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s 修整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。今天關於飛行員的部分都有詢問相關人員，如果與你不符合，請留言讓我知道。謝謝大家，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好，今天我們不聊夢想，我們來算一筆賬。我們直接把成為飛行員這件事當做一項非常嚴肅的投資案，來徹底剖析它的成本、它的風險，還有最重要的它的回報。OK， 我們直接切入主題。想坐進駕駛艙，你得先拿到一張入場券，而這第一關就是超級嚴格的入場條件。這不只是在篩選適合的人而已。你從投資的角度來看，這其實就是這項高風險投資的第一道防火牆。它先幫你過濾掉那些未來可能會讓你血本無歸的風險。首先，最基本的門檻有3個。第一，學歷，你至少要高中畢業，而且要有物理跟數學的底子。第二，年齡，滿16歲就可以開始學了。但真正重要的是第3點，業界有一個不成文的建議，就是你最好不要超過32歲才開始。為什麼？這背後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投資報酬率問題。你想想，從副機師一路爬到薪水最高階的機長，這條路可能要花上你好幾年，甚至是10年。你越晚起步，代表你待在機長這個高薪職位的時間就越短，這會直接影響你整個職業生涯的總收入，也就是這筆投資最終能拿回多少錢。在你投入大把鈔票、砸下大把時間之前，請你先記住一件事，這也是所有準備工作裡面最關鍵的第一步，就是體檢。這就像你在做一筆重大投資案之前的盡職調查，如果身體這一關你都過不了，那後面你規劃的再完美，坦白說都只是空談。體檢這個流程是這樣走的，它有2關，第一關叫做 Class 2。這個會由民航局認可的私人醫生來執行，這一關過了，你才能去挑戰更嚴格、更困難的 Class 1體檢，這通常就要到空軍醫院去了。整個流程設計的這麼嚴謹，目的就是要層層把關，確保你的身體素質不只是一般健康，而是真的能應付高空中各種極端的挑戰。好，那很多人最關心的問題來了，戴眼鏡到底行不行？答案是可以的。不用擔心，只要你的視力在矯正之後可以達到標準，就沒問題。身高方面，一般來說要求是152公分以上，但有一項是絕對的紅線，完全沒得商量，那就是色盲。這一點是絕對的淘汰條件，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。這就帶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，也是所有投資人都必須考慮的長期風險。萬一我飛了幾年，體檢突然不過了，怎麼辦？這種情況會分成2種，一種是暫時停飛，另一種就是最糟的永久停飛。為了應對這種 catastrophic risk， 飛行員通常都會投保非常高額的失能險，理賠金額通常會落在新台幣800萬到2000萬之間。這筆錢就像是你為這項龐大的質押投資買了一個最重要的避險工具。接下來，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。聊完風險，我們就來算算這筆投資你到底要準備多少資本。這裡的資本不只包括錢，也包括你的時間。請記住這個神奇數字，200小時。這不是隨便一個數字，它就像是你踏入職業飛行這個賽道的最低門檻，是你取得商用飛行執照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CP 最基本的訓練時數。後面所有的成本計算，幾乎都是圍繞着要怎麼完成這200個小時來展開的。那這200小時要去哪裡飛？很多人會選擇到海外去，最常見的地點有3個：美國、南非，還有就是在亞洲地區。比方說台灣本地的飛行學校，這3者各有優劣。去美國訓練品質跟環境是公認最好的，但生活費也最貴，總成本最高。
去南非最大的優勢就是便宜，可以省下一大筆錢。那如果留在台灣訓練呢？雖然時間可能會拉得比較長，但你可以省下海外的生活開銷，總花費大概就介於兩者之間。你看，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時間、金錢、品質的投資三角習題。好，假設你順利拿到商用駕照，也找到了工作，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？還沒，還有最後一筆非常關鍵的費用等着你。這個東西叫做機型檢定，它是針對特定的飛機型號，像是波音的737或是空中巴士的 A320。這就像你拿到了普通的小客車駕照，但公司現在要你開的是一台大卡車，你得再去考一張專門的駕照。這筆訓練費用大概要再花你新台幣60萬到120萬不等。講完了要花多少錢，現在我們來看看大家最關心的回報的部分。很多人以為飛行員的出路就只有去那幾家大的航空公司，但其實這片天空比你想象的要寬闊得多。最傳統、最穩定的路徑，當然就是進航空公司了。那薪資是怎麼走的呢？大概是這樣，你從副機師開始做起，月薪差不多會落在台幣8萬到12萬之間。等你一路晉升，熬到機長的位置，月薪就有機會達到27萬，甚至到38萬以上。這是一條穩定而且可以預期的現金流成長曲線。但是除了這種穩定的路線，還有另外一個世界。你聽聽這句話，他們很多人一天不出門就賺不到1800美金。你沒聽錯，一天1800美金，換算一下，這是一天超過5萬台幣的收入。這告訴我們，飛行員的世界裡存在着完全不同等級的玩法。這種人是誰？他們叫做合約飛行員。你可以把他們想象成飛行界的超級自由工作者，頂尖的 freelancer。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家公司，自己就是老闆，自己接案子。客戶可能是某個富豪、某個大明星，臨時需要私人飛機飛一趟。想走這條路，你的人脈、你的專業聲譽、你的業務能力缺一不可。但相對的，你的收入天花板也是最高的。那除了這種頂尖的合約飛行員，還有2種也很常見。一種是包機飛行員，你是為包機公司工作，按客戶的需求來飛，好處是常常晚上可以回家睡覺。另一種是企業飛行員，你就是某個大企業的全職員工，比方說像台積電、鴻海，你專門負責接送公司的高階主管。好，了解了各種出路之後，我們把焦點拉回到最多人想進的市場，也就是航空公司。當你完成基礎訓練之後，要擠進這個窄門，主要有2種不同的入場策略。第一種策略叫做培訓機師計劃，這有點像是大學裡的保送班。航空公司先把你錄取了，然後出錢或擔保你，送你去訓練。工作是有保障的，但學費非常高，大概要新台幣380萬到540萬，而且你通常要簽下長約。第二種策略叫做傳統自訓，這就像是自由競爭，你自掏腰包把所有證照都拿到手，然後再去市場上應徵各家航空公司。你的選擇彈性比較大，總花費也比較低，但風險就是你必須獨自面對非常激烈的求職市場。那麼航空公司到底比較喜歡哪一種人呢？如果你正在聽，而且正在考慮這條路，這部分的資訊就非常關鍵了。根據業界普遍的觀察跟統計，雖然培訓計劃提供了保障，但市場上大概有6到7成的飛行員是透過我們剛剛說的傳統自訓這條路進入航空業的。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靠自己的實力去市場上競爭，雖然辛苦，但它依然是這個市場的主流路徑。接下來，我們要用更宏觀的投資角度來分析一下這個市場未來的供給跟需求，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到你這筆龐大投資最終到底能不能順利回收，甚至獲利。首先，我們來看一個很驚人的數字，超過1600架。這是光亞洲幾家主要的航空公司未來10年加起來的新飛機訂單。從表面上來看，哇，
每一架新飛機都需要好幾組飛行員來飛，這代表着未來會有巨大的職缺需求。聽起來是不是覺得前景一片大好？但問題來了，飛機變多，就真的等於工作機會也跟着變多嗎？這就是專業投資人跟一般人看事情不一樣的地方。答案是不一定。我們必須看到這個漂亮數字背後可能藏着的陷阱。我們得把這個數字拆開來看。首先，很多所謂的新飛機訂單，其實只是用來替換那些即將退役的老飛機，它並不會實際增加機隊的總數，自然也就不會產生新的職缺。其次，飛機製造商交機延遲是家常便飯，訂單不等於你馬上就有飛機可以開。但最關鍵的一點是供給跟需求的問題。每年市場上會多出1500到2000個跟你一樣剛拿到駕照的競爭者，但航空公司實際開出來的職缺可能只有大約1000個，這就意味着競爭依然是你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。好，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把成為飛行員這件事當做一項投資案來看，它的本質就是一項高資本投入，流程嚴謹漫長，潛在回報多元，但同時市場風險與競爭也極高。它有很明確的獲利模式，但也有不容忽視的系統性風險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下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